你知道嗎？你只需要投資這2檔 ETF 就可以讓你的後半輩子過得非常爽。最近蠻多人問我為什麼要一直教別人投資美股指數型 ETF， 尤其是 VOO 跟 QQQ。這其實是個好問題，因為這背後的因素很多。雖然我從當中賺了很多錢，但更重要的是我從這個過程確實得到了很多東西。而更重要的是，投資這些真的讓我的生活變得很爽，甚至要說半財富自由其實也行。所以這一集我會把我為什麼定期定額 VOO 跟 QQQ 讓我過得更爽的原因整理成4個，當中我也會提到我過去的深刻體悟，包含我之前犯的錯。把這集看完，也請不要再猶豫，讓我們一起把生活過得更爽。影片開始前，請先幫我點讚，然後訂閱我的頻道，然後再幫我點個推播，把影片推散出去，讓更多人一起享受到美股的美好，一起靠美股 ETF 賺大錢哦。另外，我的會員跟超級感謝也開通了，如果有能力，也覺得我做得還不錯的話，歡迎加入到頻道會員跟小額贊助，每個月會有固定深入探討的影片哦。歡迎回來，我是 AL， 這裡每週一都會分享投資美股跟美股 ETF 的心得跟教學，讓你在投資美股的路上能夠順順利利累積到你該有的財富。話不多說，讓我們直接開始。第一個原因是，只用你覺得很普通的報酬，也可以創造很大獲利。很多人一聽到大盤平均報酬，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太慢了這3個字。畢竟大家看了這麼多專家的試算，每次拿出來試算的報酬率也差不多在 6% 到 8% 左右，加上這1-2年股市就跟發瘋一樣的拼命往上衝，大家就會覺得一年要賺個20-30% 才算是正常吧，這還要再多花那時間去慢慢賺那1年幾%而已。老實說，投資 VOO 跟 QQQ 到現在，我真的覺得大家對大盤平均報酬這6個字有很大的誤解。甚至我得說，它長期帶給我的報酬也不會輸給那些炒個股的人。就以製作影片這天的統計資料來看，以近10年來說 ，VOO 平均1年就 14.6% 的年報酬率 ，QQQ 更是接近 20%。如果拉更久一點，從發行日開始來算 ，VOO 發行這16年來，1年就有快 15% 的報酬率 ，QQQ 發行這26年來，1年也有 10%多的報酬率。光講報酬率，我知道你很沒感覺，所以我們來當一下時光旅人，用實際數字跟你說，你比較記得住。假設10年前你就開始投資 VOO 跟 QQQ 2檔各投資10萬元，依照剛剛的報酬率來算 ，VOO 可以幫你累積到39萬，而 QQQ 則是將近60萬，加起來也快100萬了。這就只是單就價格來看，不包含你中間收到的股息，如果含進去的話，絕對會超過普通累積到你人生第一個100萬。你或許會說，可是100萬還是很少啊，而且放10年才累積這麼多，會不會太少？別急，這只是一次放着不動產生的結果，還沒跟你說加上定期定額會怎樣。如果你總共投入20萬元進去後，又開始每個月定期定額，各自投入5000元到這2檔 ETF 上，那麼10年下來，你會累積到196萬。加上前面一次投入跟中間領到的股息再投入，這樣就超過300萬了。雖然有人覺得300萬還是很少，不過這已經可以讓你開始過好一點的生活了。至少你不用在那邊東省西省，老是想着要怎麼節儉過生活。而且不要忘了，你不是只有投資這10年而已，你得要繼續放20年甚至30年以上。如果你這300萬還繼續放着都不要動，就算你不再繼續投錢進去了，過了20年，它會自動膨脹到2210萬。如果再多放10年，變成30年，更是會一口氣膨脹到6000萬。60幾歲想要過得很爽，已經很綽綽有餘了。就算你從60歲後每年花掉100萬也沒有關係，因為資產還會繼續膨脹。等到你已經70歲，身體都還很健康，又會膨脹到1億多以上，不想變成億萬富翁都很難。我自己現在已經有400多萬了。還不知道的話，不妨先參考一下這集，了解一下我是怎麼累積的。照着我的計劃走，每年至少投入50多萬進去，然後每年逐漸增加金額，這樣就能在60歲時至少擁有超過1億以上的資產。這些都只靠 VOO 跟 QQQ 帶來的報酬，
也就是你印象中最不起眼的那個就能做到。看到這邊，你可能覺得我在唬爛，不過下一個原因是真正讓我做到這點的關鍵，再麻煩你繼續看下去哦。或者你也可以留言，我也想做到，這樣我就知道你真的有興趣哦。再來，投資指數型 ETF 是最方便也最容易讓你賺到錢的投資方式。說實在話，我真的沒遇到過那麼簡單又可以輕鬆賺錢的投資方式，直到遇見 VOO 跟 QQQ。你不需要做過多的分析，也不需要時時刻刻繃緊神經關注市場的各種變化，你只需要不斷的買，無腦的買，就可以輕輕鬆鬆讓你累積更多的財富。過去我也和曾經的你或是現在的你一樣，不慣透過各種分析找到最適合投資的標的，然後每天追逐各種新聞還有小道消息，生怕錯過任何一個可以大賺特賺的機會。反正那時候能買的就盡量買，能追就盡量追。當然這套方法卻是把我搞到人財兩失，身心俱疲。我後來改用定期定額長期投資的方式，無腦一直買入 VOO 跟 QQQ， 因為這個方式真的省了我很多時間，把研究市場還有跟着大家對市場做反應的力氣拿來做我覺得更重要也更喜歡的事，比如我的工作，還有你現在正在看的這部影片還有頻道。而且這也大大改善我的生活，這個後面會提到。我也不需要再花那麼多時間跟力氣去追市場的熱門股，現在每次買進後，剩下要做的就只是等待而已。這其中的關鍵就是複利。相信你應該常常聽到複利這兩個字，但卻很少感受到它的威力，對吧？投資 VOO 跟 QQQ 這3年多來，我真的有很明顯的感受。我那時投資 VOO 跟 QQQ 就跟很多人一樣，一開始的損益沒有說到很好看，有時候就是賺個1%、2%，甚至多數時間是負的報酬，持續了大概2-3個月，就算繼續買也沒見到什麼起色。我那時就常常懷疑自己，這真的有效嗎？複利的效果是真的嗎？還是只是在唬爛而已？雖然內心不斷冒出懷疑，但我還是繼續告訴自己再等等吧。幸好後來真的被我等出了好的成果，從一開始只有賺幾百元，慢慢的數字越變越大，從幾百變成幾千，再從幾千變成幾萬、幾十萬，甚至到現在已經破百萬了。這一切只需要一直買，然後慢慢等就好。這讓我深刻了解，原來就這是所謂的躺平也能爽賺。不過進入投資市場，我大概貴年還是有很多遇到逆風的時候。像今年4月大崩盤的時候，我也瞬間閃過那麼一絲想法，想把手上的股票賣掉，就跟那時候的許多人一樣。但我後來忍住了，是因為我想起長期的趨勢還是會繼續向上，就跟之前說的一樣。想到這點，我就恢復理智，把 APP 關掉，開始跟恐懼共處，這樣就不會一直想着要賣掉手上持股。如果那個時候真的賣掉的話，我現在又會跟過去一樣，看着不斷上漲的指數跟股價，然後一直後悔為什麼要賣掉。所以只要克服這點，讓自己一直待在市場，那就不需要會因此錯過什麼。反正指數型 ETF 都包含得到，一直傻傻的買，傻傻的等就好。真正實踐剛剛講的躺平也能爽爽賺，這真的需要練習啦。不過下一個原因是我投資這3年來首次發現的秘密，而且我也沒看到有多少人分享。想知道就請你繼續看下去吧，或者你也可以留言躺平投資，這樣我就知道你會越來越接近目標哦。第3個原因是，就算崩盤，你也還是可以賺得到錢。對，沒錯，就算崩盤也還是賺得到錢哦，很難相信吧？背後理由其實也很簡單，由於 S&P 500的超長線趨勢是一直向上，也就是說，這好幾十年間的漲漲跌跌，不斷拉高指數的點位跟價格，所以你只要抱得越久，不管中間經過幾次崩盤，像2000年網絡泡沫、2008年的金融海嘯等等，這種一次跌超過30%以上的大崩盤，最後都還是會漲回去，甚至還會越漲越高。我用 S&P 500到目前為止的長線趨勢圖，再搭配每年的年報酬，這樣你會更有印象。從1928年開始，總共有21次比較大的下跌，最嚴重的總共發生了5次。但即便是這樣， S&P 500還是跟上方的趨勢圖一樣，一直直挺挺的向上走，
完全不管之前跌得有多嚴重。但我知道這樣的解釋方法你可能很難聽懂，沒關係，讓我用今年發生的事讓你更了解。前面講到我在4月初大崩盤的時候，我曾經想過是不是要把持股都賣掉，因為那時候我看到我的定期定額總報酬從原本正的10幾%，短短幾天變成負的個位數。老實說，那天期待確實有點小崩，但後來想想，如果可以忍過這次的下跌，就會跟剛剛講的一樣，還是會繼續往上漲，還是會繼續賺錢，那這樣就沒有害怕的必要，所以就還是咬牙撐下去。很幸運的，崩盤只維持幾天就結束了，後來就開始絕地大反攻，一路創新高。後來又陸陸續續發生了很多次的大跌，每次市場又在大喊要完蛋了，不過到最後都還是好好的。我自己手上的 ETF 跟持股，在當時最恐慌的時候，都還是保持2位數的獲利率。對我來說，只要還有賺就好。簡單說，只要心態穩住，就算崩盤崩得再嚴重，最後都還是可以賺錢。甚至在最糟糕的時候，我還是可以維持獲利，因為持有成本在那時候會是一個很低的水準。以我目前的獲利率來說，至少可以承受30%以上的跌幅。所以就算可能2026又會出現1、2次10到20%的跌幅，也都還是能撐得住，保持獲利狀態。不管市場是漲還是跌，只要持續投資，讓自己持股成本保持在低水準，只要不跌到成本價，又還是能維持獲利狀態，只是賺得少一點而已。這就是我們定期定額最大的護身符。反正都知道未來會越賺越多了，就小小擔心一下就好，然後繼續維持平常爽爽過的生活。我知道這樣說你真的還是沒感覺，但在講我人生的重大變化前，我還是想邀請你一起加入定期定額 VOO 跟 QQQ 的行列。簡單留言我想加入，這樣我就知道你也想讓人生變得更爽哦。最後一個原因是這樣做真正讓我慢慢找回我要的人生。我從來沒有覺得我可以這麼完整的掌控我的人生。這個重大影響我分2個層面來說。第一個層面是它可以讓我用最舒服的方式穩定累積我的財富。前面有簡單提到，過去我也跟很多人一樣，每天拼命追逐市場，做許多的研究跟分析，就是為了要超越市場，在短時間內賺到更多的錢，但最後卻讓我人財兩失。這裡我會多解釋一點。我記得在那段每天追逐的日子，除了要應付每天的工作，也要花很多的時間盯盤，然後採取相對應操作。收盤後，甚至到下班晚上睡覺之前，也要持續追籌碼變動，還有美股變化，還要消化大量的財經新聞。簡單說，生活都被這些東西綁住了。雖然挑對股票確實幫我賺了不少，但更多的時候是不斷產生的各種大大小小的損失。那時候常常覺得，我是做錯了什麼嗎？為什麼會賠這麼多？而那股不甘心又驅使我繼續拼下去，但拼到最後的結果反而越來越糟。我記得那幾年投入的資金，包含賺到的部分，前後加一加也有個400多萬有，等於說我那時候根本就沒累積到什麼錢，都在做白工。賠錢就算了，那個時候我的身心狀態也出現了許多問題，除了因為壓力過大，生活作息亂，身體出現大大小小的毛病之外，那段期間的想法也非常負面，每次只要賠錢都會無限的責怪自己，甚至越到後面這樣的情況就更嚴重。某天我終於意識到，這樣的生活方式真的好累，我不想再這樣過下去了。後來我透過大量的閱讀跟學習，試着找到最適合我的方式。很幸運的讓我發現到投資指數型 ETF 這種只靠市場報酬就能輕鬆賺的方式。同時我也才真正了解，能真正贏過大盤的投資人是真正少數。因為就過去的統計，每年最多只有20%的基金跟經理人能夠打敗大盤，而且名字、基金名稱也都不一樣。這讓我意識到，如果世界上有這麼少人，像巴菲特等等，能夠一直長期打敗市場，甚至要說是天選之人也不為過，那我過去花了這麼多的時間，到底是為了什麼？一方面覺得失落，覺得白花了好幾年的時間，但另一方面又很期待這種新方法能真正讓我累積到足夠資產。所以在經過更多的學習，還有吸取專家意見後，我後來就決定開始徹底執行長期投資指數型 ETF
也就是現在的 VOO 跟 QQQ。透過這種方式，雖然跟市場那麼個個股相比，成績沒有到非常亮眼，但至少它能讓我用穩定的速度持續增加我的資產。這3年多來，資產也從不到100萬增加了超過300萬，達到400多萬的水位。對現在的我來說，不用過度投入心力，只要用最小的力氣做就好。執行的效果讓我真的非常滿意。第二個層面是延續第一點，經由財富的累積，慢慢找回我對生活的主導權。以前的我會為了那一點點贏過市場的機會，花很多時間跟精力在這上面，然後生活幾乎沒有什麼在顧。現在回想起來，那段時間根本就是我人生最黑暗的時期，工作沒有認真做，3餐也是吃得亂七八糟，晚上睡覺也睡不好，簡直是一團亂，搞到最後各方面都出大問題。而回到現在，這樣持續定期定額長期投資下去，除了累積到不錯的資產水準外，更重要的是它讓我找回應該有的生活節奏，好好吃飯，好好睡覺，好好照顧自己的心，把力氣用在讓怎麼自己變得更好，然後持續探索自己想做的事，每一天都覺得很充實。而且隨着賬戶數字不斷增加，我也開始慢慢懂得享受更好的生活，不用一直想着要怎麼省錢。雖然現在偶爾還是會這樣，不過次數也變得更少，可以更隨心所欲一點。當然，前提是每個月都能留1半以上的錢。甚至到後來，我對現在工作的心態也慢慢轉變。以前會覺得沒這份工作不行，但現在已經覺得有沒有好像也沒差，甚至做好隨時走人的準備，不用擔心下一餐要怎麼過。反正累積到的錢已經夠多了。當然，我現在是不會辭職啦。而且再加上現在 YouTube 的經營，會讓我想探索更多的可能性，所以現在我也比以前更樂觀，覺得人生越來越有趣。以上這4點是我在投資 VOO 跟 QQQ 之後過得越來越爽的原因。很謝謝你看到這邊，如果這讓你很有感的話，麻煩你留言找回生活，這樣我就知道要開始投資 VOO 跟 QQQ， 找回你更好的人生了。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最後還是要麻煩你幫我按個讚，讓這部影片可以被更多人看到，讓更多人一起賺錢。如果你對美股定期定額有興趣，也請務必訂閱我的頻道，我每個星期都會分享投資美股還有 ETF 的心得，有興趣的你千萬不要錯過。我是 AL， 那我們下次見。